上一秒我还是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身价过亿，下一秒竟然就重生回了贫穷的80年代。还没等我搞清楚状况，就发现自己正泡在冰冷的河水里，怀里还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姑娘。而村里的恶霸赵磊已经带着他的狗腿子把我团团围住，准备给我扣上一顶大大的黑锅。哟，这不是江涛吗？大白天的，你跟我们村唯一的文化人苏晴，俩人在河里干嘛呢？这真是伤风败俗，丢死人了！我低头看着怀里这个叫苏晴的姑娘，一股陌生的记忆瞬间涌入我的脑海。她就是我那个素未谋面却因一场意外早早离世的未婚妻，而眼前这个嚣张的赵磊，正是间接害死他的罪魁祸首。好啊，老天爷让我重活一回，原来就是为了让我弥补前世所有的遗憾。赵磊，这辈子我跟你没完。这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啊！苏晴可是个好姑娘，马上就要考大学的，这下名声全毁了。听着这些足以压死人的闲言碎语，我心里清楚，在这个保守的年代，一个女孩子的名声比她的命都重要。我江涛的女人绝不能输给这种天大的委屈，看什么看，都给我闭嘴！这是我对象，我媳妇儿，我救我自己的媳妇，天经地义，轮得到你们在这儿说3道4？我这一嗓子直接把所有人都给干懵了，他们从没见过平日里有些木讷的江涛敢这么横。赵磊也没想到，我非但不怂，还敢当众宣布主权。江涛，你睡醒了没有？你媳妇，你穷的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拿什么娶人家文化人？彩礼钱你掏得起吗？3大件你买得起吗？他说的没错，现在的江家一穷二白，别说3大件了，连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费劲。但在我这个未来的商业大佬眼里，这都不是事儿。1个月？什么？我说1个月之内，我就用8抬大轿备齐所有的彩礼，风风光光的把苏晴娶回家。这话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而我只是冷冷的看着赵磊那张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紫的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80年代从现在起正式开局了。我是重生归来的商业大佬，当着全村人的面，我立下了军令状：1个月内8抬大轿迎娶苏晴。这豪言壮语直接把村霸赵磊的脸都给干绿了。但爽归爽，当我抱着苏晴回到家时，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你个小王八犊子，你还有脸回来在外面丢人现眼，吹牛不打草稿，我们江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我这个爹是典型的80年代大家长，脾气火爆，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可在以前，我早吓得躲起来了，但现在，我可是带着2只记忆的男人，区区1根扁担还能吓唬我？爹，我没吹牛，我说1个月就是1个月，苏晴我娶定了。好，你娶，你拿什么娶？人家苏晴是文化人，你拿什么当彩礼？你知不知道现在结婚要4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你买得起哪一样啊？在这个年代，4大件就是婚姻的顶级标配，凑齐一套足以掏空一个普通家庭所有的积蓄。在老爹看来，我这纯属痴人说梦。爹，你说的4大件一样都不会少，而且钱我自己挣，不用家里出一分。小弟，你这是干啥？所有人都懵了，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拍了拍麻袋上的土，迎着全家人的目光，仿佛一个即将揭晓惊天秘密的魔术师。爹姐，你们看好了，这就是咱们家的致富密码。1个月后，我能不能让苏晴风风光光的嫁进来，就全靠她了。我是重生归来的未来大佬，面对全家人的质疑，放出豪言要靠一麻袋土豆，在1个月内挣够迎娶苏晴的4大件彩礼。我爹觉得我疯了，我姐觉得我魔怔了，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平平无奇的土豆，在我手里即将变成席卷全县的黄金风暴。哼，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土豆切出朵花来不成？哎，老爹，你还真说对了，我这把用铁片自制的波浪刀切出来的可是后世风靡一时的狼牙土豆。只见那土豆条在水中洗去淀粉，沥干后往烧热的油锅里这么一倒，刺啦一声，一股霸道的香味瞬间就传满了整个院子。几分钟后，一盆金灿灿、香喷喷的狼牙土豆就出锅了。但这还没完，我拿出了我的秘密武器。姐，来尝尝，蘸上这个红色的甜蜜酱，还有这个销魂香辣粉，味道更是一绝。番茄酱、香辣粉，这些超越时代的名词，直接把我3姐给听愣了。她将信将疑地拿起一根薯条，先蘸了点红色的酱，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咋样啊？
你倒是说话。爹，这土豆成精了。看着三姐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知道我的第一桶金稳了。我江涛用一盘成精了的黄金薯条，彻底征服了我那思想固执的老爹和三姐。家人终于不再反对，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我要让这小小的土豆变成真金白银，亮瞎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的眼。一辆突突突作响的手扶拖拉机在村里的土路上颠簸前行。江涛霸气地开着车，车斗里装着土灶、萝卜、土豆和各种瓶瓶罐罐。三姐江月坐在旁边，既紧张又兴奋。在这个年代，想做生意就得去人最多的地方，而全县最火爆、油水最多的地方，无疑就是上千名女工的现纺织厂。为了把我的黄金薯条运过去，我直接借来了村里唯一的手扶拖拉机。小弟，这么多人能行吗？姐，瞧好吧，您呢？我清了清嗓子，拿出了我花大价钱租来的秘密武器——一个铁皮大喇叭。然后伴随着拖拉机马达的轰鸣，我那来自21世纪的沙雕广告词响彻了整个纺织厂门口。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一手叉腰，一手举着大喇叭，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新品美式黄金薯条尝一尝，尝花吃了都变美，尝草吃了把牛追，不甜不要钱，不香全额退款了。这套惊世骇俗的营销打法，瞬间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女工们哪见过这场面，一个个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当我将第一锅金灿灿的薯条炸好，撒上香辣粉的那一刻，那霸道的香味直接击穿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哎呀，这是啥东西？也太香了吧！5分钱一份，不贵，来一份尝尝。给我来一份，我也要一份。场面彻底失控，我和三姐忙得脚不沾地，一锅又一锅的薯条被瞬间抢购一空。短短1个小时，我带去的所有土豆全部售罄。当晚霞映红天空时，我瘫坐在拖拉机上，手里攥着一大把皱巴巴的毛票。虽然又累又乏，但我知道我的商业帝国已经打响了第一枪。我江涛靠着一车黄金薯条，在县纺织厂门口一战成名，一天就赚到了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消息传回村里，我爹的扁担彻底收了起来。三姐看我的眼神里全是小星星。但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的成功也彻底点燃了村霸赵磊的嫉妒之火。我用第一笔巨款给苏晴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苏晴接过礼物，虽然嘴上说着太浪费了，但脸上羞涩又甜蜜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这一幕恰好被不远处的赵磊看在眼里。我和苏晴的关系越来越近，这让一直觊觎苏晴的赵磊怒火中烧。他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凭什么能咸鱼翻身，凭什么能得到苏晴的青睐？于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在他心里开始酝酿。磊哥，真要这么干？这也太损了！废什么话，我就是要断了他的财路，把那桶脏水给我全倒进他夹菜窖里，让他明天卖不成土豆。快去！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活了2辈子的人，警惕性早已刻进了骨子里。就在他们撬开菜窖木板的那一刻，我正好起夜，那轻微的嘎吱声瞬间就让我警觉了起来。赵磊，果然是你，想跟我玩阴的，你还太嫩了点。我没有声张，更没有冲出去跟他们硬碰硬。对付这种小瘪三，我有的是更高级的玩法。我屏住呼吸，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一桶散发着恶臭的脏水倒进了我的菜窖，然后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我如同一个幽灵猎手，远远地掉在2个狗腿子身后，看着他们一路小跑，最后溜进了赵磊的家门。看着赵磊家重新亮起的煤油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赵磊啊，赵磊，你以为你是在第1层，实际上你连大气层都还没进去呢。你泼给我的这盆脏水，明天我会让你加倍偿还。第2天，我拉着100车的受污染土豆，上面还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臭味，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衣服上还故意蹭了些泥点子。人还没到村长家门口，呼嚎声就先传了过去。村长啊，村长，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天理何在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有人眼红我赚钱，往我家菜窖里泼大粪，这是要断我江涛的活路啊！我这一嗓子中气十足，穿透力极强，半个村子的人都被我嚎了出来。很快，村长家门口就围得里3层外3层。村长黑着脸走了出来，
而闻讯赶来的赵磊则躲在人群后面，一脸的幸灾乐祸。江涛，怎么回事？慢慢说。村长，昨晚有贼溜进我家，把我准备今天拿去县里卖的土豆全都给毁了。这不仅是毁了我的土豆，更是坏了我们江家村的风气。以后谁还敢奋斗致富？大家都等着被人半夜泼到粪好了。我这番话看似是哭诉，实则句句诛心，直接把个人恩怨上升到了全村的道德风气问题。果然，周围的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事儿做得太缺德了。江涛，你可别血口喷人了，谁看见了？你有证据吗？别是自己生意做不下去，想了人吧。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没有提什么现代法医学，而是冷笑一声，指向了赵磊身后一个又高又瘦的狗腿。证据，我菜窖旁边是刚浇过的菜地，泥土很湿，留下的脚印又大又深。全村除了他这个体重的，找不出第二个。而且他鞋底上沾的不仅有菜地的湿泥，还有我家菜窖旁独有的那种草屑。不信，让他脱鞋，大家一看便知。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这种几乎无法辩驳的现场推理就是最致命的证据。在全村人审视的目光和村规民约的压力下，那狗腿子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村长，不关我的事啊，都是磊哥指使我干的。随着狗腿子的当场指认，全场哗然，所有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射向了村大赵磊。我江涛精心导演的这出好戏终于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接下来我要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赵磊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狗腿子，气得说不出话来。村民们的指指点点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你胡说，你敢污蔑我！乡亲们，他赵磊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因为我江涛赚了2个钱，就是因为苏晴愿意跟我好，他这是嫉妒，是报复。今天他敢往我家的菜窖泼脏水，明天就敢往大家伙的米缸里下耗子药。这种人就是我们村的毒瘤。我绝口不提什么法律，而是巧妙地引用村里的老规矩和乡亲们最朴素的情理。我强调的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赵磊的行为破坏了整个村子的安宁和风气。这番话瞬间点燃了所有村民的怒火。对，江涛说的没错，这种风气不能整，太坏了，必须严惩。看着群情激愤的场面，村长知道这事儿要是不处理好，以后队伍就不好带了。他一拍大腿，做出了最终裁决。赵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按照村里的规矩，蓄意损坏他人财物，要加倍赔偿。江涛这一车土豆的损失，还有他的精神损失，你必须全部赔偿。赵磊向斗败的攻击，在全村人的注视下，不情不愿地掏出了一沓钱，狠狠地摔在江涛手里。我拿着这笔意外之财，心里那叫一个爽。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当天下午，我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进了县城。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以后有我呢，没人再敢欺负你。苏晴接过钢笔，低着头，脸颊绯红。但这一次，她没有说浪费，而是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第一次对我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无比灿烂的笑容。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仅赢了赵磊，更赢得了他的心。我的一套降维打击，不仅让村霸赵磊赔了钱，还在全村面前丢尽了脸。更重要的是，我还赢得了未婚妻苏晴的芳心。看着账户里不断增长的票子，我深知光靠小打小闹的薯条生意，想在1个月内凑齐4大件还远远不够。我需要一个能扩大规模、稳定产出的新产品。我和苏晴走在村后的山路上，我的目光不停地在山林里搜索着，像一头寻找猎物的豹子。我的商业雷达告诉我，这个年代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黄金的眼睛。很快，一大片红彤彤、挂满枝头的野山楂就进入了我的视线。媳妇儿，你看那是什么？野山楂啊，又酸又涩，村里人都是拿来喂猪的。怎么了啊？喂猪，宝贝，你等着，我就能把这喂猪的玩意儿变成人人都抢着要的金疙瘩。我立刻发动全家上山摘了满满几大筐山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野山楂的口感确实太酸涩。就在我冥思苦想如何改良配方时，我的学霸未婚妻给我送来了神助攻。江涛，你快看，这本就医书上说，山楂配上甘草可以中和酸味，还能生津开胃。我一把抱住苏晴，激动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这简直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知识改变命运，古人诚不我妻啊！我们俩立刻动手，按照书上的土方子开始试验新配方。我和苏晴在土灶旁忙碌着，一个添柴，一个熬酱，气氛温馨又甜蜜。我往锅里加糖，结果手一抖，
加多了。哎呀，糖放多了。没事没事，我再加点山楂。由于我俩都没经验，锅里的山楂酱越熬越稠，最后只听砰的一声闷响，锅里的酱汁炸开了。我们被糊了一脸红色的酱汁，两人大眼瞪小眼，愣了2秒后，看着对方滑稽的样子，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虽然第一次试验以失败告终，但看着苏晴脸上那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我知道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在我和苏晴的共同努力下，一款酸甜可口、包装精美的开胃山楂球横空出世。接下来我要拿下全县最大的销售渠道——供销社。谁呀？又是去外面排队？王主任，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给供销社送财神的。我这一句话直接把王主任给说愣了。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哦，口气不小吗？你有什么好东西能让我们供销社发财？我没有废话，直接打开油纸包，将一颗晶莹剔透的山楂球递了过去。王主任，您先尝尝，这叫开胃山楂球，纯天然，无添加，大人吃了开胃，小孩吃了不挑食。我们江家村后山的山楂品质绝对有保障。王主任将信将疑地将山楂球吃了下去，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咀嚼的动作越来越快，眼睛也越瞪越大。我知道那酸中带甜，甜而不腻的绝妙口感已经彻底征服了他的味蕾。不等他开口，我立刻抛出了我的合作方案。王主任，这款产品目前全县只有我一个人能做，我可以跟供销社签订独家供货协议，保证利润空间。您只需要把它摆在柜台上，不出3天，绝对会成为咱们县的爆款。独家供货，小同志，你需要多大的量？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我的霸气和产品的实力彻底打动了王主任，他当场拍板，不仅要了我所有的存货，还预付了一笔巨额定金，让我务必加大产量，有多少要多少。拿着这笔定金，我距离凑齐4大件的目标只剩下最后1个枝头。赵磊，你等着，我江涛迎娶苏晴的日子不远了。我靠着开胃山楂球拿下了供销社的大订单，手里攥着大把的预付定金，1个月之期也即将到来。全村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村霸赵磊更是等着我身败名裂。但他们都不知道，我江涛吹过的牛就一定会实现。今天就是我兑现承诺去提亲的日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在这个年代象征着顶级财富和脸面的4大件，被我1天之内全部凑齐。我就是要用这种最高调、最张扬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江涛有能力给我媳妇最好的生活。我的天，我没看错吧？那真是永久牌的自行车，还有手表是上海牌的。我的乖乖，江涛这小子是发了多大的财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无视了所有人震惊的目光，尤其是赵磊那副想吃人又吃不着的样子，径直来到了苏晴家的门口。苏晴的父母早已闻讯出来，看着眼前这副阵仗，老2口直接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叔婶，这是我给苏晴的彩礼，一样都不少。我江涛说话算话。苏晴的父亲颤抖着手接过红包，那厚度让他心头一颤，而我则转身看向从屋里跑出来，早已泪眼婆娑的苏晴，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彩礼我给了，明天我来接我媳妇儿。我用最好的彩礼堵住了全村人的嘴，也让我未来的岳父岳母笑开了花。第2天就是我迎娶苏晴的大喜日子，别人结婚用轿子，有钱的用小汽车，而我江涛的婚礼必须与众不同，必须成为全村乃至全县的传说。天还没亮，江家村就被一阵阵巨大的突突突声给吵醒了。村民们跑出来一看，全都傻眼了。只见江涛家门口赫然停着8辆手扶拖拉机，组成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拖拉机迎亲车队。没错，这就是我为苏晴准备的8台大轿。在这个年代，8辆拖拉机组成的迎亲队，那排面比县长的吉普车还要震撼。兄弟们，出发接新娘喽！8辆拖拉机同时发动，黑烟滚滚，气势如虹，在全村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朝着苏晴家浩浩荡荡的开去。这场面成了江家村几10年来最轰动的记忆。婚礼办得热闹非凡，十里八乡的都来看热闹。看着苏晴穿着红嫁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知道我重生回来的第1件大事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是什么？媳妇儿，你看，这是我为我们家制定的家庭发展5年规划。第1步，爆改祖宅；第2步，开办食品厂；第3步，进军省城。苏晴看着图纸上那些她闻所未闻的名词和宏伟的计划，彻底被看呆了。她原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会赚钱的农村青年，现在才发现自己好像嫁给了一个来自未来的怪物。江家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土坯房，光线昏暗，
墙皮脱落，我拿着一张自己画的图纸，唾沫横飞地给父亲江大山讲解着。爹，你看这里，咱们把墙打通，搞一个开放式厨房，做饭敞亮。那边厕所要搞干湿分离，洗澡和上厕所的地方隔开，干净又卫生。还有窗户，全部要换成大玻璃的，增加采光。我说的这些可都是领先这个时代至少30年的家装理念。我幻想着老爹听完后会对我这个天才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我看到的只有他越来越黑的脸色。开放式厨房，干湿分离。江涛，你是不是娶了媳妇儿，脑子就让门给挤了？爹，这是科学，这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活品质。我生活品质这4个字彻底点燃了我老爹这个传统守护者的炸药桶。在他看来，我这不是在改造，我这是在抛祖坟。我让你品质，我让你科学。老祖宗传下来的房子，灶台的位置、大门的朝向，那都是有讲究的。你要是敢拆了家里的灶台，我就先拆了你这小王八蛋的骨头。本想当一个80年代的梦想改造家，结果差点被我爹当成镊子给改造了。面对手持扁担、思想固化的老爹，我知道硬碰硬是行不通的。对付老一辈，你得用他们能听懂的魔法来打败魔法。我没有再提图纸，而是开始了我的曲线救国计划。我知道老爹最信的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套风水学，那我就用科学给他包装一个新时代风水学。我装着神情紧张，故意走到阴暗潮湿的厕所角落，指着墙角的青苔对我爹说：“爹，你看这里湿气这么重，按老话讲，这叫晦气集结，人待久了容易得风湿病。我那个干湿分离，就是把水气和汗液分开，把晦气挡住，保佑咱们全家腿脚利索，这叫科学风水。”搞定了厕所，接下来是厨房。我趁我娘做饭被油烟呛得直咳嗽的时候，又凑了上去。爹，你看我娘天天被这烟熏火燎的，对身体多不好。我那个开放式厨房，就是把灶台的火煞之气给散出去，让家里气运流通，做饭的人不受罪，吃饭的人也有福气，这叫孝道风水。我把省力说成顺应天时，把科学解释成趋吉避凶，一套组合拳下来，我爹那固若金汤的传统思想终于被我轰开了一道裂缝。就按你说的办，但要是盖得不好，我照样拆了你的骨头。我知道我赢了，这场父子间的装修战争最终以我的全面胜利告终。几天后，一辆满载红砖和水泥的拖拉机开进了江家村，停在了江涛家门口。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来围观，对着这些新奇的建材指指点点。所有人都想看看江涛家这个新奇的房子到底要怎么盖。定了思想固化的老爹，新潮的祖宅盖得热火朝天。与此同时，我和供销社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开胃山楂球已经成了县里的抢手货。小作坊的生产力已经严重跟不上需求，是时候把我的事业版图再扩大一步了。我指挥着几个村民，将村里一个废弃的旧仓库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天后，我承包了旧仓库，招了几个手脚麻利的婶子当工人，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食品厂就这么成立了。我家的日子眼看着蒸蒸日上，但这一切都像针一样，深深地刺痛了村霸赵磊那颗嫉妒到扭曲的心。赵磊躲在远处的大树后，死死地盯着红星食品厂的牌子，眼神阴狠，脸上满是不甘和怨毒。杨涛，你别得意，你以为开了个破厂子就了不起了？我明着斗不过你，我就用规矩玩死你！我当时还沉浸在事业起步的喜悦中，完全没意识到赵磊这个小人已经给我布下了一个来自时代的天坑。同志，我举报我们村的江涛没有国家许可，私自开办工程，雇佣工人，大搞资本主义那套投机倒把，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啊！投机倒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这可是个能压死人的大罪名。果然，就在我的食品厂开工的第3天，麻烦找上门了。2名穿着制服的工商所工作人员，表情严肃地走进了红星食品厂。工人们都吓得停下了手里的活。江涛从办公室里迎了出来。你就是江涛，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无证经营，私自开设工厂。现在，请你马上停止一切生产活动，配合我们调查。我千算万算，却忽略了这个时代最特殊的游戏规则。我第一次遇到了重生以来最大的危机——政策危机。重生以来顺风顺水的事业，第一次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工厂被封，工人回家，供销社的订单也断了。赵磊的阴谋得逞了，全村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但我江涛是两世为人，这点小风浪还打不垮我。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里四处奔波，税务所、工商所、金融、
我跑了一个又一个单位，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冷冰冰的，不归我们管。没这个先例，回去等通知。在这个个体经济刚刚萌芽的年代，想办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体会到了80年代创业者的艰辛，处处碰壁，看尽了白眼。白天我在外面为了许可证焦头烂额，晚上回到家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咱家未来的大学生。你的事要不要紧？放心，小问题，你老公出马，一个顶俩，你安心复习就行。我不能让他为我担心，但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供销社的王主任，他是我的大客户，我的厂子倒了，对他也没好处。小江啊，这是你得找对人，你去县里的政策研究室找一个姓李的科长，就说是我介绍的，他是专门研究搞活经济的，也许有办法。王主任的话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我谢过他，马不停蹄的就找到了那个政策研究室。我终于见到了李科长。李科长听完我的来意，点点头，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堆空白表格。想法是好的，政策也支持。不过想办证，先把这些申请材料、生产报告、个人情况说明全都填好了再来吧。看着桌上那至少10几份密密麻麻的繁琐材料，我头都大了。我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生产报告要写明生产流程、安全标准，个人情况说明要写明个人成分、思想觉悟。天知道这些官样文章该怎么写，我总不能写我的思想觉悟是来自21世纪吧。就在我快要把自己头发薅秃的时候，一只纤细的手拿走了我面前的表格。我一抬头看到了苏晴那双清澈又带着笑意的眼睛。我来吧，你口述，我来写。在那个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娶个学霸当老婆到底有多爽。苏晴铺开纸，开始帮我整理和誊写材料。她的字迹清秀工整，逻辑清晰，很快就把我那乱七八糟的草稿整理得井井有条。但这还没完，苏晴不仅是帮我代笔，她还拿出了最近一直在看的报纸，提出了一个让我都拍案叫绝的建议。江涛，你看，报纸上说，国家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乡镇经济，解决农村劳动力。咱们的报告里不能只说自己想赚钱，要把格局打开。苏晴拿起笔，在申请报告的标题上加上了为支持乡镇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口号，整个报告的利益瞬间就高大上了起来。我看着苏晴认真的侧脸，心里又佩服又感动。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被动接受命运的女孩了，她正在用她的智慧和我并肩作战。在摇曳的烛光下，一个为了家庭的未来奋笔疾书，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埋头苦读。那一刻，我们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一起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奋斗。这气氛简直暧昧到了极点。在学霸媳妇儿的神助攻下，一份完美的申请报告终于递交了上去。也许是我们的报告写得太有水平，也许是支持乡镇经济的口号起了作用。1个星期后，那张承载着我所有希望的个体户营业执照终于办下来了。亲手撕下了仓库大门上的封条，对着工人们意气风发的一挥手，工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工厂恢复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这个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全村，也传到了赵磊的耳朵里。红星食品厂正式复工。我事业上的重生，对赵磊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仅没能整垮我，反而让我变得名正言顺。与此同时，他家里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医药费又高级了。新仇旧恨加上现实的压力，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赵磊阴暗的家里，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包白色粉末，递给一个贼眉鼠眼的村民。这是我从县里黑市买来的泻药，药性很猛，你找机会把它给我倒进江涛的山楂酱里，事成之后，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一条恶毒的毒计就此诞生。几天后，供销社王主任打来电话，要订一大批货，准备中秋节搞活动。我立刻让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出了几百斤的山楂球。我习惯性的打开一包，想尝尝味道。可就在我把山楂球凑到嘴边的那一刻，我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不对，这味道不对。虽然很淡，但除了山楂的酸甜味，还夹杂着一丝极其不寻常的怪味。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前世在商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普通的原料问题，这是有人想毁了我。我的脸色阴沉如水，但并没有声张，更没有立刻销毁那批有问题的货物。我悄悄地将三姐江月叫到了办公室。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处理得滴水不漏，不仅要揪出内鬼，更要把幕后黑手连根拔起。而我泼辣干练的三姐是我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姐，出事了，我们这批货里被人下了药。哪个天杀的干的？我去找他拼了！
姐，别冲动，现在还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你仔细想想，最近厂里有没有哪个工人心机特别可疑？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培养，三姐已经不是那个只知道咋咋呼呼的农村妇女了。她迅速冷静下来，眉头紧锁，开始在脑中过滤每一个工人的脸。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赵家村的亲戚，叫赵老四。这几天他总是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仓库跑，问他干啥，他就说肚子不舒服，找地方上厕所。肯定是他。很好，姐，你现在就去通知几个我们信得过的工人，就说这批货明天一早就要装车，然后你再提议，为了防止再出意外，今晚咱们得在仓库设个埋伏。我故意放出风声，就是要让那个内鬼以为我们还没发现问题，甚至让他有机会再次下手，来个人赃并获。深夜，工厂的仓库里一片漆黑，只有几缕月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我和三姐还有几个工人屏住呼吸，分别躲在巨大的草垛和麻袋后面。整个仓库安静的仿佛一个巨大的陷阱。我知道那个内鬼一定会再次出现，要么是来确认战果，要么是来销毁证据。而我就像一个耐心的猎人，正在静静地等待着我的猎物自己走进这天罗地网。我在自家的工厂仓库里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和三姐还有工人们像猎豹一样潜伏在黑暗中，只等着那个该死的内鬼自投罗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仓库的木门终于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吱呀声。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他做贼心虚地四处看了看，确认没人后，径直走进了屋内。他从怀里又掏出了一包白色粉末。这个蠢货大概是怕一次药量不够，想来个双重保险。可他哪里知道，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地落入了我们的眼中。动手！不是我，饶命啊！不是你，那是谁？说。在人赃并获的铁证面前，赵老四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赵磊给供了出来。但就在此时，仓库外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个穿着干部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领着2个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情景，故作威严地喝道：“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昔日空档吗？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就是赵磊的后手，他在县里管市场的亲戚，想利用职权把这件事强行压下去。可惜他算错了一步，我江涛从不做没有准备的账。陈警官，都看清楚了吧？我们接到报案，前来调查一起性质恶劣的投毒案件。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都看到了，也听到了。这位同志，你涉嫌包庇，妨碍公务，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赵磊的亲戚当场就傻了，脸变成了猪肝色。赵磊被戴上手铐，从家里被押了出来。他看到了站在门口一脸平静的我，疯狂地挣扎起来。江涛，你敢阴我，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看着他那副败犬的模样，只是冷冷一笑。赵磊，这辈子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一招请君入瓮，我直接把村霸赵磊和他的保护伞打包送进了派出所。投毒可是重罪，这辈子他都别想再出来作妖了。扫清了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我的生活也终于迎来了全新的篇章。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江家那座在全村人围观下盖起来的新房终于落成了。赵磊被依法处理的消息传回来那天，我家的新房也正式完工。我爹请了全村人来吃乔迁喜，那场面比过年还热闹。村民们涌进新房，一个个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的老天爷，这房子盖的也太敞亮了，跟画报里的城里人住的一模一样。江涛这小子真是出息了，这才多久啊？又是开厂又是盖新房的。一般，都是我儿子瞎折腾的。我看着我爹那副口贤体正直的傲娇模样，心里乐开了花。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老江家终于能在村里挺直腰杆了。喧嚣散去，我和苏晴站在新家的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为了这一刻的安宁，我付出了太多，但只要能守护好它，一切都值得。苏晴的脸颊在月光下显得有些绯红，她低着头，双手有些紧张地攥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用比蚊子还小的声音说：“江涛，我好像有了。”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愣在原地，足足过了10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我激动得浑身颤抖，眼眶瞬间就红了。我要当爹了，我江涛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新家新希望，还有即将到来的新生命。老天爷，谢谢你，谢谢你让我重活一回。我江涛重生一世当爹了，这
这个消息比我赚几万块钱还激动。我发誓一定要给我老婆孩子这个世界上最高规格的待遇。一个来自未来的超级奶爸正式上线。为了让我媳妇儿营养均衡，我特地调配了这碗全营养孕妇精力汤，保证宝宝智商250，起跑线就碾压一切。江涛，这是给人吃的吗？闻起来好腥。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这叫科学配比，补充 DHA 和维生素，保证不胖肚子，只胖娃。科学个屁！我只信老祖宗，女人怀孕就得喝我这十全大补汤。爹，你这里面放了啥？怎么一股烧焦的锅底味儿？这可是我托人从老中医那儿弄来的独门秘方，里面有锅底灰、大灶土，还有……总之，喝了保准生个大胖小子。我的个乖乖，这哪是保胎，这是要保送我儿子去见阎王啊！我这个科学奶爸和我爸这个传统爷爷的第一次育儿战争正式爆发。物质营养要跟上，精神营养也不能落下。我这套未来胎教法必须让我的娃提前接受艺术的熏陶。江涛，你个小王八犊子，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你这是在用靡靡之音毒害我孙子。爹，这叫胎教，培养艺术细胞。胎教个屁！要教就该听沙家浜天样板戏，那才叫浩然正气。苏晴，来，爹给你唱一段。眼看着我这科学育儿就要被老爹的传统铁拳彻底击溃，我赶紧使出了我的杀手锏。爹，你以为我放的是歌吗？难道不是？这是我从城里专家那儿弄来的财神爷念经，我特地翻译成靡靡之音版，就是为了不让外人听出来。我儿子一出生就得比别人懂招财。高，还是你小子高，不愧是我江大山的种。我好不容易才摆平了我爹，以为能安心当奶爸了，但江湖从不让人歇着，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在我那红火的食品厂里悄悄酝酿。我是江涛，我刚用财神爷念经忽悠住了我爹，正美滋滋地规划着我儿子的首富蓝图，可万万没想到，我那日进斗金的红星食品厂居然被人抄袭了。小弟，你还有心思削苹果，出大事了！姐，天塌了！天是没塌，但咱们的钱袋子要塌了。县里突然冒出来好几家卖黄金薯条和山楂球的。哦，他们学的有模有样，连你那个狼牙土豆的波浪刀都给仿出来了。最要命的是，他们卖的比咱们便宜一半。集市上果然出现了金星薯条、福星薯条等好几个摊位，摊主们吆喝的震天响。瞧一瞧，看一看了，正宗黄金薯条，5分钱一包，不好吃不要钱了。一群小孩子围着山寨摊位买得不亦乐乎，而我家的红星摊位前却冷冷清清。你看看这帮天杀的，小弟供销社的王主任都打电话来了，说再不降价，他就要进那些便宜货了。我看着那些粗制滥造的模仿品，心里却一点都不慌。在这个没有知识产权的年代，被模仿是爆款的素，但你们模仿得了我的形，模仿得了我的魂吗？配方只有我和三姐知道，油锅和波浪刀都是我亲手打的。这帮人能在短短几天内全套复制，只有一个可能，我们厂里出了内鬼。二麻子儿，最近家里是不是缺钱了？厂长，不关我的事啊，是隔壁村的张老五，他给了我50块钱，让我偷了把刀，还把您炸薯条的火候给说了出去。很好，内鬼找到了。但我江涛是两世为人，我怎么可能去跟一个内鬼和几个小摊贩计较？姐，慌什么？他们想学，我就教他们点新东西。我不仅不降价，我还要涨价，因为一场来自21世纪的品牌风暴即将登陆这个80年代的小县城。乡亲们，我知道外面有人在学我们，他们学我们的味道，学我们的刀法，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永远学不走，那就是这个。从今天起，我们的厂叫红星，我们的薯条和山楂球都叫红星牌。这个年代的生意还停留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阶段，而我要给他们上第一堂品牌营销课。工人们不再用普通的油纸包，而是换上了印着红星标志的专用包装袋。记住我们的口号：红星红星，好吃又开心。小弟，这有啥用啊？不还是土豆吗？姐，好戏在后头呢。我在摊位前挂起了一个巨大的横幅：红星牌新品上市，10个包装袋换1包新薯条。没错，我把后世玩烂的集卡和积分兑换给搬了过来。这江涛是不是疯了？
还涨价了，买10包送1包，他当自己是卖拖拉机的。然而，仅仅1天之后，全县城的小孩子都疯了。无数的小孩子手里攥着红星包装袋，像宝贝一样数着。他们不仅自己买，还发动全家买。我的红星摊位被挤得水泄不通，供不应求。金星等山寨摊位前空无一人。老板，我凑齐10个了，换1包。我妈说了，以后谁买别的牌子就不是好孩子，只有红星的袋子才值钱。我这一招积分营销，直接把产品变成了社交货币。那帮山寨贩子连我的皮毛都没学到，就被我打得片甲不留。小江啊，高，实在是高啊！你这不叫卖土豆，你这叫卖文化。全县的家长都被你给绑架了。王主任，这只是开始，咱们的独家合同是不是该续个3年了？而且这个供货价涨，必须涨！从今天起，我供销社只认你红星牌。山寨危机被我反手变成了一场品牌狂欢。老家的局势已经彻底被我稳住。就在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准备回省城陪媳妇儿时，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的计划。我是江涛，刚用品牌战略横扫了县城，又用科学育儿统一了家庭思想，可以说我的大后方已经固若金汤。我正盘算着，等苏秦高考完就立刻进军省城，大干一场。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苏秦挺着大肚子，正在旁边安静地看书复习。老爹开心地在屋里散步。乖乖，咱厂子1天赚的钱比我1年挣的都多，我孙子这才深夜念经，还真管用。新房、事业、娇妻，即将出世的孩子，我重生回来想要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实现了。这种安逸的生活，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丝懈怠。然而这时，村里的邮递员突然来到我们家门口喊道：江涛，江涛，有你的加急电报，省城云州发来的。电报还是省城的，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我娘病重了，江涛怎么办？苏秦急了，但我却闻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前世的记忆里，我这个丈母娘虽然势利眼，但身体硬朗得很。她可是能一口气爬5楼，在广场舞上连跳3小时的狠角色。他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我事业最顺，苏秦快高考的时候病，这里面绝对有猫腻。但不管是不是鸿门宴，这一趟云州我都必须去。姐爹，家里的厂子交给你们，我陪苏秦回一趟娘家。我安顿好家里的一切，立刻带着苏秦踏上了前往省城的绿皮火车。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便宜丈母娘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年头的火车比春运还急。看着苏秦有些疲惫的脸，我灵机一动，从包里掏出了1包用油纸包着的黄金薯条。这既是给他解馋，也是我对我未来商业版图的一次小小试探。我打开油纸包，那股霸道的香辣味瞬间就在这沉闷的车厢里弥漫开来。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戴着眼镜、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推了推眼镜，主动开口了：小同志，你这个东西闻着很特别啊，是什么西式点心吗？我心里一动，看着人的穿着和气质，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我立刻热情地递上薯条，用我那超越时代40年的商业见闻，从饰品聊到经济，从农村聊到政策。中年男人越听眼睛越亮，从一开始的随意变成了专注和欣赏。我知道，我赌对了。这次看似偶然的相遇，不仅让我结识了一位未来对我事业有巨大帮助的大人物，更为我即将开启的省城创业之路埋下了一颗最重要的棋子。我在火车上结识了贵人，信心满满的来到了省会云州。可一踏进我那便宜岳母家的大门，我就知道我之前的猜测完全正确。这哪是病重，这分明是一场给我和我媳妇儿准备的鸿门宴。苏秦焦急地推开家门，却看到他的母亲正精神抖擞地嗑着瓜子，屋里还坐着一个油头粉面的陌生年轻男人。所谓的病重，连装都懒得装一下。你还知道回来啊？这位是李科长家的公子，比你找的那个乡巴佬强100倍。娘，你怎么能骗我？果然是逼婚的戏码。苏秦的父母嫌我穷，私自给他安排了新的相亲对象，用假电报骗他回来。看着苏秦委屈的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冒了起来。叔婶儿，你们这出戏唱的可真热闹啊！你个乡巴佬，谁是你叔？要不是你，我们家苏秦能嫁给李公子，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苏秦忽然抓住了我的手，他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的父母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爹，
娘，我这辈子只嫁给江涛一个人，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再也不回来了。看着苏晴的成长，我心里无比欣慰，但她的父母显然不吃这套，开始撒泼打滚，哭诉养大她花了多少钱，她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找工作又花了多少钱？不就是要钱吗？这里是500块，够不够给你儿子买个工作？所有人都被这沓钱给镇住。在这个工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500块就是一笔巨款。我拉起苏晴的手，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我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冷冷说道：“工作我给，但从今天起，苏晴和你们家两清了。”我是江涛，我用500块巨款买断了苏晴和她那奇葩娘家的关系。我们在省城租了个小院子，苏晴安心养胎备考，我则准备大展拳脚。但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很快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苏晴挺着肚子，想给未出生的宝宝买点棉布。一个烫着卷发、态度傲慢的中年女售货员正嗑着瓜子。这个年代的国营商店，售货员比顾客还牛。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苏晴朴素的穿着和带着乡音的口音，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哎，那边的买不起就别乱摸，乡下人就是没规矩，摸脏了你赔得起吗？我就是看看。我心里的火蹭的就上来了。我江涛的媳妇儿捧在手里怕化了，还能让你一个售货员给欺负了？这匹布我们全要了。另外，把你们经理叫来，我就问问他，社会主义的商店就是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售货员被那沓钱和江涛的气势吓得脸色惨白。回去的路上，苏晴一直沉默不语。我知道售货员的歧视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这也让他备战高考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为了让他散心，也为了找到我们真正的未来，我带他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从天桥上往下看，桥下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个个小摊位沿着街道排开，卖小吃的，卖衣服的，卖蛤蟆镜的，形成了一条热闹非凡的夜市。天啊，这里好热闹啊！我搂住苏晴的肩膀，心脏因为兴奋而剧烈跳动。在别人眼里，这是混乱和嘈杂，但在我这个重生者眼里，这是流动的黄金。媳妇儿，看到没？这下面流淌的全是钱，这就是咱们的下一个目标——夜市经济。我是江涛，我发现了省城的第一片商业蓝海——夜市经济。老家的食品厂虽然赚钱，但那只是我的根据地。想要真正起飞，还得看这座大城市。说干就干，我决定先用我那款拳头产品黄金薯条来测试一下省城人民的消费水平。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跑遍了云州城郊的菜市场，但很快发现省城的土豆比老家贵了整整3倍，而且还需要2笔。好家伙，这还没开始卖呢，成本就先上天了。没办法，我只能咬牙从黑市高价收了一麻袋土豆，然后我便戏法似的又自制了一把狼牙拨浪刀。我推着一辆简陋的板车，上面架着油锅和土灶，和苏晴一起出现了在夜市的角落。我那套在县城纺织厂门口无往不利的营销打法，是时候在省城重现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品美式黄金薯条尝一尝。省城的厂花吃了都变美，省城的厂草吃了把牛追，不好吃不要钱啊！这套惊世骇俗的营销打法，瞬间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第一锅金灿灿的薯条下锅，刺啦一声，那霸道的香味混合着我独门的销魂香辣粉，直接击穿了所有省城人民的心理防线。哎呀，这是啥东西？也太香了吧！老板，给我来一份。我也要一份辣的。场面彻底失控，短短1个小时，我高价买来的土豆全部售罄。我粗略一算，一晚上的利润顶我爹在老家1个月。就在我数钱数到手抽筋，以为省城的钱就这么好赚时，几个流里流气、拎着棍子的青年围住了我的摊位。我是江涛，我靠着一车黄金薯条在省城夜市一战成名。可万万没想到，钱还没捂热，麻烦就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3个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青年流里流气地围住了我的板车，为首的一个满脸麻子，外号豹哥。哟，小子，新来的，生意不错嘛。几位大哥，有事？没事，就是来提醒你一下，在这条街上摆摊得懂规矩。摊位费交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妈的，遇上传说中的地头蛇了。这帮人就是80年代最早的黑恶势力雏形，专门欺负我们这些个体户。大哥，我这刚开张，小本生意，你看。少废话，我看你今晚赚了不少，一口价50块，以后每天交10块，保你平安无事。50块，这帮畜生张口就要抢走我今晚1半的利润，这比赵磊还黑啊！大哥，钱我可以给你，不过我有个条件。哈，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我要那个位置，你搞得定？这50块我马上给你。我江涛是两世为人，我从不吃眼前亏。这帮地头蛇既然要收钱，那就得给我办事。我要把这保护费变成黄金摊位的租金。好小子，有魄力，你等着。豹哥带着小弟骂骂咧咧地赶走了原来在那个位置卖袜子的大妈，强行给我腾出了地方。我冷笑着递过50块钱，豹子啊豹子，你以为你赚了？实际上，你已经一只脚踏进了我的陷阱。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去进土豆，而是换上了一身最干净的的确良衬衫，直奔省城的政策研究室。哦，小江同志，是你啊？怎么在省城遇到困难了？李科长，我不是为我个人来的，我是来向您反映一个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严重问题。我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李科长的表情当场就严肃了。李科长，您看，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鼓励我们个体户搞活经济，我响应号召，在夜市卖点小吃，结果呢，一股黑恶势力盘踞夜市，强收保护费，7行罢市，这不是抢我江涛一个人的钱，这是在挖我们省城改革开放的墙角啊，这是在给您的工作抹黑啊！我这番话句句诛心。李科长是专门研究搞活经济的，他最恨的就是这种破坏营商环境的地头蛇。小子，今天生意怎么样啊？10块钱拿来吧。豹哥，钱在这儿，不过你得先问问他们同不同意。豹哥一回头，只见2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已经黑着脸站在他身后。谁是豹子？跟我们走一趟。有人举报你涉嫌敲诈勒索。我江涛是守法公民，对付流氓怎么能用拳头呢？我用的是政策和人脉。小同志，李科长都打过招呼了，你安心经营，这是你的先进个体户证明。以后谁敢找你麻烦，你直接来找我。我看着豹子被押走的背影，冷冷一笑，跟我玩黑的，你还嫩了2辈子呢。我是江涛，我一招借刀杀人，不费吹灰之力就端掉了夜市的地头蛇豹哥，还拿到了官方认证的护身符。我的黄金薯条摊彻底成了夜市的风水宝地，每天数钱数到手软。但我江涛的野心可不止这3毛5毛的土豆钱。我很快发现，在夜市里真正赚钱的是隔壁那个卖衣服的，一个10毛钱正卖力吆喝着喇叭裤和印着英文的文化衫。妹子，你看这喇叭裤多拉风，穿上它，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妞。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炸100份薯条，累得半死，刨去成本才赚10块钱。他卖一条裤子，动动嘴皮子就净赚20。这个年代，物质刚刚开始丰富，人民对美的追求简直是饥渴。这服装生意才是真正的暴利行业。第二天，我揣着卖薯条赚的钱，直奔省城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但现实又给了我一盆冷水。介绍信了，单位证明了。没有，我们凭什么给你批货？我们的布料和成衣只供给国营单位。我这才想起来，这个年代，私人想从国营渠道进货，简直比登天还难。进不到货，那我就自己做，别人的我还不稀罕。图纸上赫然是几款超越这个时代的爆款设计：修身牛仔裤、羽式的蝙蝠衫，还有带着流苏的夹克。江涛，你画的这衣服好奇怪，也好看。媳妇儿，这叫时尚。但我现在缺的不是设计图，而是能把它们做出来的工厂。可我一个外地人，上哪儿去找厂子呢？我在城里转悠了好几天，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一家挂着红霞裁缝品牌的小店。就是它了。老师傅，想不想干一票大的？我江涛，重生者。我刚在省城布下了服装生意的第一颗棋子，苏晴在安心备考，一切都蒸蒸日上。但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却瞬间将我拉回了前世最痛苦的噩梦。电话是3姐江月打来的，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哭腔和焦急。小弟，不好了，你快回来吧！大姐快被她那个畜生婆家给打死了！轰的一声，我的血一下子就冲上了头顶。我的脑海中闪过前世的这一片段。我因为在外地打工，错过了这个电话。等赶回去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大姐冰冷的尸体。就是这样，一模一样，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终活一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再发生一遍。我挂掉电话，回到院子，深吸口气，压下心里的暴虐，走到苏晴面前。媳妇儿，老家厂里出了点急事，我得回去一趟。你安心在这里养胎，复习功课，哪也别去，等我回来。严重吗？放心，小事。
我回去处理点家事。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我不想让他担心。安顿好苏晴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了火车站。我独自一人踏上了返回老家的火车，靠着窗边看着飞速倒退的景色，脸上一片肃杀。王家，你们给我等着！这一次我不是回来讲道理的，我是回来讨还血债的。我正坐在返回老家的火车上，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但我眼前的却全是前世大姐冰冷的尸体。那种无力回天的悔恨，我绝不要再经历第二次。我一下火车，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大姐的婆家，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眦欲裂。第二次，大姐江梅鼻青脸肿的蜷缩在墙角，那个畜生不如的姐夫正指着她破口大骂。让你偷拿家里的钱补贴娘家，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打，使劲打！这种不下蛋的鸡，留着有什么用？我体内的血液在这一刻瞬间沸腾，我没有说一句废话，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我一记蕴含着2式怒火的重拳，狠狠地砸在了那个畜生姐夫的脸上，全场死寂。那个刚才还嚣张无比的王婆婆吓得脸都白了，指着我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谁敢动我姐一根手指头，我就剁掉她一只手；谁敢再骂我姐一句，我就撕烂她的嘴。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那如同地狱修罗般的气势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但就在这时，那老巫婆突然反应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来人了，杀人了！江家的小畜生打死人了！王家的族长，快来人呐！我眉头一皱，好家伙，打不过我，开始叫外援了。我是江涛，我一拳 KO 了畜生姐夫，本以为能镇住全场，没想到那老巫婆直接开启了摇人模式，把他们王家村的宗族势力给喊来了。我将瑟瑟发抖的大姐江梅护在身后，院子门口很快围满了王家村的村民，一个个都手持武器，面色不善。一个拄着拐杖、山羊胡的老头被簇拥着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王老四，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好个江家娃子，你好大的胆子，跑到我们王家村的地盘，打伤我们王家的人！族长，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小畜生要杀人了，他这是不把我们王家村放在眼里呀！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年代，村与村之间的宗族势力就是王法，他们这是想私了，把我扣下。我看谁敢动一下！双拳难敌4手，我知道光靠拳头是出不去的。我江涛可不是当年的穷小子了。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非但没有后退，反而迎着族长走上去。我没有看族长，而是对周围的所有村民朗声开口：我叫江涛，红星食品厂的厂长。红星食品厂6个字一出，所有村民的叫嚣声瞬间小了一半。你就是那个开厂的江涛？没错，你们王家村有30多个人，现在都在我的厂里吃饭。族长，你现在要绑的不是我江涛，是你们王家村30多户人家的饭碗。我这话一出，全场哗然，那些刚才还义愤填膺的村民瞬间开始反水了。族长，我儿子就在他厂里，1个月能拿50呢。是啊，族长，他要是火了，把我们村的人都开了，可咋办？看着那族长有红转青的脸色，我知道我的第一张牌答对了，但这还不够。我第一样掏出来的是一份早就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打人是因为你们欠钞，今天我姐必须离婚。离就离，一个不下蛋的鸡，谁稀罕？但是我们老王家养了他这么多年，他休想空着手走。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啊，你们不是说我姐偷拿钱补贴娘家吗？这里是500块，够不够付她这几年的饭钱？500块，在这个工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那王婆婆和王家族长的眼睛瞬间就直了。但我江涛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王婆婆，你听好了，我姐不是不下蛋的鸡，她是现纺织厂的正式工，是吃国家粮的人。正式工3个字，像一颗炸雷，把所有人都炸懵了。这比500块钱的冲击力还要大1万倍。王家族长和王婆婆的表情从贪婪变成了恐惧，他们可以欺负一个农村妇女，但他们绝对不敢得罪一个国家。1万倍！我扶起大姐，把笔递给她。姐，路有2条，一条是继续留在这里，另一条是签了它，跟我回家去当一名工人，以后靠自己活得堂堂正正，你自己选。
大姐江梅颤抖着手拿起了笔，她没有丝毫犹豫，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江涛用拳头讨回了公道，用地位压垮了宗族，用超能力和前途给我大姐换回了自由。我带着大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地狱。大姐的事情彻底解决，我江涛在江家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动摇，是时候为我们这个家规划一个更宏大的未来了。小弟，你可算回来了！红星食品厂现在摊子铺得太大了，账目越来越多，我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工人们也开始偷奸耍滑，我骂也骂不住，快愁死我了！谁敢偷懒，开除！爹，现在是新时代了，不能靠打和骂，我们得靠制度。我看着家人知道时机已经成熟，我抛出了我心中那个最激动人心的计划。我站在堂屋中央，神情严肃，像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今天我要宣布几件事：第一，大姐，你下周就去纺织厂上班，工资自己拿着，你是我们江家第一个国家工人，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第二，三姐，你正式担任红星食品厂的厂长，你的任务就是抓生产、抓财务。我会给你一套全新的绩效考核和计件工资方案，谁干得多，谁拿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在省城已经找到了合作伙伴，我们的私人服装厂已经打好了地基，我这次回去就是要让它正式开工。私人服装厂这几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所有人心中炸响。他们知道我江涛将要带领他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去拥抱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波澜壮阔的黄金时代。我江涛重生者，我刚把老家的大本营打造成了江氏集团的雏形，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省城，因为我媳妇苏晴马上就要高考了。苏晴正挺着巨肚，头悬梁锥刺股般的刻苦复习，我心疼地走了进来。媳妇，劳逸结合，马上要上战场了，得先填饱肚子。你可算回来了，你不在，我心里都没底。我俩正享受着久别重逢的温存，我决定在高考前带她去省城最好的医院做一次全套的产前检查。我扶着舒晴来到妇产科，一个表情严肃的女护士头也不抬地在窗口里问：姓名、年龄、单位。同志您好，我们想来建个档，做个产检。建档、介绍信呢？户口本呢？准生证呢？准生证。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千算万算，算计了村霸，算计了竞争对手，却他妈的忘了这个80年代的终极王炸。我这个重生者竟然在最关键的政策上翻了车。我们是农村户口，在省城我们是盲流啊。没有准生证，那我们医院没法给你建档。生孩子回你们老家的公社卫生院去生。江涛怎么办？我的高考下一个。我看着苏晴惨白的脸和她高高隆起的肚子，我江涛能斗流氓，能开工厂，但现在我却被一张薄薄的纸给逼上了绝路。我拉着苏晴跑遍了街道办、计生办、户籍科，但我们得到的回复全都是冷冰冰的，不归我们管，没这个先例，回你老家办去。哎呦，这都快生了才来办，你们这些外地人就是不懂规矩，给我们添麻烦。江涛，要不我回老家生吧，高考我不考了。不考了3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一把搂住苏晴，媳妇儿，你听着，这个大学你上定了，这个孩子也必须在省城最好的医院出生，天王老子也拦不住。我江涛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猛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在火车上结识的大人物李科长。小江同志，你不是在夜市搞经济，怎么这副表情？李科长，救命啊！我没有隐瞒，我把我的困境和我媳妇儿的梦想添油加醋地包装了一遍。李科长，我媳妇儿是咱们省几十年不遇的天才，她是稳上首都大学的料，可现在她就因为一张准生证，一个户口问题，就要被挡在大学门外，这是咱们省人才的巨大损失啊！我这番话直接把生孩子上升到了抢人才的高度。喂，是人民医院的马院长呢？我李某啊，我这儿有一个特殊人才，对，高考的遇到了点政策困难，对，你给开一个绿色通道。我看着李科长云淡风轻地打着电话，我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人脉的力量。我拿着李科长亲手写的条子回到了医院，还是那个护士，她看到条子上的签名，态度180度大转变。哎呀，原来是李科长的贵客，快，里边请。马院长亲自交代了，给您安排最好的干部病房。我看着这帮势利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媳妇儿，障碍已经全部扫清，明天给老公我往死里烤。江涛，我用人脉摆平了医院，搞定了干部病房，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我媳妇儿苏晴走进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考场。我小心翼翼扶着挺着巨肚的苏晴，穿过人群。我媳妇儿这个重量级考生一出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我的天，这是来考试还是来生孩子啊？快离他远点，别见了运气影响考试。我江涛的火气又上来了，我刚要开骂，苏晴却拉住了我。江涛，别理他们，用实力让他们闭嘴。媳妇说的对，别紧张，就当是给咱儿子做胎教。我看着苏晴走进考场的背影，那是我2辈子加起来见过的最美的身影。苏晴，你可一定要加油啊！这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这是你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考上了，就再也没人敢瞧不起你。终于，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那声音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我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怎么样？考得怎么样？苏晴看到我，她抬起手对着我俏皮的比了一个 OK，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懂了，我全懂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江涛，我的学霸媳妇儿顺利完成了高考。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全家就陷入了2种交织的等待中，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等我那即将出世的宝贝儿子。我每天都要往巷子口的邮局跑8趟，问的邮递员同志都快拿扫帚赶我了。媳妇儿，别急，可能信在路上耽搁了。苏晴，你的信不是你的录取通知书，首都大学的。首都大学，全国最好的学府。苏晴颤抖着手打开了那封信，就在她看清录取2个字，激动的想要站起来欢呼的那一刻。江涛，我肚子好疼，好像要生了。卧槽，双喜临门！我脑子嗡的一声，前一秒的狂喜瞬间变成了手忙脚乱的紧张。快去医院，李科长打过招呼的那个，媳妇考上大学了，儿子也要出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产房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响亮、中气十足的婴儿啼哭声。恭喜啊，是个大胖小子。哎，你咋了？江涛脸上的所有表情都凝固了，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和雀跃感向他袭来，他两眼一翻，激动的差点当场晕过去。江涛有儿子了，媳妇儿考上了首都大学，我的人生在这一刻达到了圆满。几天后，苏晴和孩子出院回家，看着怀里那个小小的皱巴巴的小生命和身边那个即将开启全新人生的挚爱，我知道我重生回来的所有意义都在这里了。脸上满是幸福的傻笑。在这里了，我给他取名叫将来，未来的来。我希望他的未来一片光明。我不仅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我曾经所有的遗憾，都在这一时被一一弥补。过几天我就要去首都上学了，你一个人又要忙服装厂，又要带孩子，能行吗？放心吧，你去追求你的星辰大海，我来守护我们的家。等你在首都站稳了脚跟，我就把我们的服装品牌开到那里去。我看着远方的城市天际线，心中豪情万丈。重生、救妻、创业、当爹，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始。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上一集我用5000块豪赌拿下了红旗厂的生产线，不得不说，国营老厂的底子就是厚，这帮老师傅的手艺那叫一个地道。红星牌蝙蝠山现在的日产量已经突破了1000件，西单的柜台每天都被挤爆。照这个速度，不出1个月，我就能把那5000块赚回来，还能顺便在燕京买套4合院。然而，就在我做着数钱的美梦时，现实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梦醒了，因为没米下锅了。哎，师傅，怎么回事啊？这布料是我们涛哥订的，你怎么拉走了？别难为我了，刚接到纺织厂供销科的电话，说这批货有了更重要的用途，不能给你们了，让开让开，不然我赚了。更重要的用途，在这个年代，布料虽然紧俏，但我可是付了现金的，除非有人在背后搞鬼，而且这个人的能量大到能直接命令国营纺织厂，全燕京能有这手段的，除了那位大院子弟林峰，我想不出第二个。一个外地导演有点小聪明，就以为能翻天了。做生意光有产品没用，得有根。断了他的布料，我看他拿什么做衣服？拿空气吗？小江了，完了，全完了！我问遍了燕京周边的所有纺织厂，只要一听是给咱们供货，全都摇头，说是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谁敢给咱们供货，就是跟组织作对。没有布料，明天就得停工。那5000块，涛哥，我去带人把林峰那孙子堵了。哈，堵他那是下策。林峰啊，林峰。你以为断了我的细粮，我就得饿死？你大概忘了，我江涛是农村出来的，
我最擅长的就是吃粗粮。赵厂长，正经的棉布的缺粮买不到，那种没人要的堆在仓库里发霉的帆布、劳动布，能不能买到？劳动布那是给工人和农民做劳保服用的，又硬又厚，还要什么票啊？那是积压货，给钱就卖。但那玩意儿做衣服谁穿啊？穿上跟个修锅炉的似的。修锅炉怎么了？我要的就是这种硬。既然他林峰想看我死，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硬汉风。刚子，备车去拉那个最硬、最厚、最没人要的军绿色帆布。我要做工装裤。在这个大家都追求的雀粮这种轻薄面料的年代，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要把后世风靡全球的工装风、军旅风提前带到80年代。林峰，你断我的路，老子自己修一条高速公路。涛哥，咋整啊？今儿商场那边又催货了，老家那边的电话也打不通，就算打通了，那一台缝纫机也做不出这么多啊。咱们这刚火起来，要是断了货，那不就全完了吗？这就是爆款的烦恼。产能，产能，还是产能。现在的我就像一个饿了3天的壮汉，面前摆着满汉全席，到我手里只有一双牙签，从老家运太慢，自己建厂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燕京城里找一个现成的工厂。红旗服装厂，一家典型的濒临倒闭的国营小厂，设备老旧，款式过时，工人们发不出工资，都在家待业。但在我眼里，这里就是一座金矿，因为它有我最缺的东西：熟练工人和现成的缝纫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上面还没拨纳的款，你们逼死我有什么用？赵厂长，我有钱。你是谁？哪个单位的？我是个倒爷，也是个个体户，但我手里有订单，有图纸，还有现金。赵厂长，咱们做个交易吧，你的工厂停工也是停工，不如借给我，我出料，我出钱，你的工人给我加工衣服，一件我给2块钱加工费，日结。2块钱，在这个工人月薪只有30多块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旁边的几个讨薪工人眼睛瞬间就亮了，但赵厂长这个老顽固，眉头却锁得更紧了。个体户，你想让我们堂堂国营工厂给你一个2道贩子打工？做梦！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就是饿死也不吃这一口资本主义的饭。滚，给我滚出去！好家伙，这老头比我想象的还要倔，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骨气。虽然在这个时候显得有点迂腐，但也让人敬佩。但是敬佩不能当饭吃。我看着那几个失望的工人，心一横，决定玩把大的。赵厂长，你可以有原则，你可以饿死，但你看看外面的工人，他们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这里是5000块，我不要你把工厂卖给我，我只要你把闲置的那个车间承包给我1个月。1个月后，如果出了问题，这5000块归你，我江涛去坐牢。但如果成了，你的工人能吃上肉，你的厂子能活下来，这赌注你敢不敢接？这是一场豪赌，赌的不仅是钱，更是这个时代变革的勇气。赵厂长缓缓放下了茶缸，眼神中的原则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存的渴望。终于，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干。成了，红旗厂从今天起就要改姓江了。我的江氏制衣终于有了自己的正规军，但这只是第一步，因为生产线一开，我就要面临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来自真正行业巨头林峰家族的全面围剿。上一集，我带着刚子他们，靠着群众的呼声强行杀进了西单商场。王经理虽然捏着鼻子认了，但他把我们安排在了商场最角落的位置，紧挨着那一排铁饭碗的国营柜台。这明摆着是想看我笑话。瞧瞧隔壁那位胖得像弥勒佛的组长张大妈，那眼神简直是在看要饭的。同志，那件衬衫能拿下来让我看看吗？看什么看？那挂着不是能看见吗？买不买？不买别乱摸，摸脏了你赔得起吗？我不看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啊？自己看尺码也没个镜子，你也看不出花儿来。走走走，别挡着别人。这就叫花钱买罪受。80年代的国营商店，那不是服务，那是施舍。但今天我江涛来了，我就要让这帮大爷大妈知道，什么叫顾客就是上帝。哎，这位美女，别生气，来来来，往这边看，红星时尚，专门为咱们燕京大妞设计的。咱们这儿不用隔着玻璃看，您随便摸，随便试，试穿不要钱。姐，您这皮肤太白了，穿那个的确显不出您的气质。您试试这件蝙蝠衫，这可是港台明星同款。来，镜子在这儿，随便照。在这个大家都只能对着小镜子照个脸的年代，一面能照全身的落地镜，那就是魔镜。顾客一看着镜子里那个瞬间时髦了10倍的自己，眼睛都直了。这是我吗？这也太好看了！多少钱？我买了。第一单成交。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原本还在国营柜台受气的顾客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呼啦一下全涌到了我的柜台。我想试试那个，帅哥，帮我拿个号。哎呀，这服务态度太好了，还给倒水喝。我的柜台瞬间被挤爆，而隔壁的国营柜台安静的能听见张大妈织毛衣的咔嗒声。呸！一帮狐狸精卖弄风骚，这是商场又不是戏院子，搞得乌烟瘴气的。不行，我得去找王经理，这也太不像话了。找经理？晚了。这一天下来，光是营业额我就能顶你们柜台1个月。在绝对的业绩面前，所有的小报告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一仗，我不仅赢了面子，更赢了里子。
但是看着那几乎被抢空的货架，我那还没来得及数钱的手突然抖了一下，坏了，卖得太快，要断货了。王经理，您看，咱们商场2楼那个角落的柜台，空着也是空着。我这有一批时髦的服装，想租下来。租，小同志，你搞清楚，我们是国营商场，你是哪个单位的？有介绍信吗？有个体户执照吗？什么都没有，那你是个体户，也就是倒爷呗。去，我们这可是高压场所，不接待你们这种投机倒把分子。2瓶茅台都没送出去，这死胖子满脑子都是门第之见。在80年代，私营个体户想进国营商场，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既然正规渠道走不通，那就别怪我出奇招了。你不是说你们是高雅场所吗？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我让刚子搞来了全燕京功率最大的音响，紧接着好戏开场。说实话，这帮家伙走起路来像顺着，表情像要在大街上砍人，但这股子魂不吝的劲儿，配上这身前卫的衣服，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就是传说中的土库。围观群众瞬间炸了。我操，这哥们太帅了，这裤子我也想要。你看那个带亮片的，穿上像电影明星似的。哎呀，太好看了！我在商场里怎么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我也要买，我要那个红色的。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想进商场卖给大伙儿，但是商场经理不让啊。他说这衣服太时髦，怕大伙儿接受不了，咱们只能在这摆地摊喽。什么不让卖？凭什么啊？这经理是不是老古董啊？我们要买，我们要进商场买。舆论的力量是可怕的，几百号人堵在商场门口，吵着要买红星牌衣服，这场面把商场保安都吓傻了。这是要造反吗？快去把那个姓姜的给我叫进来。王经理，您看这事儿闹的，群众呼声太高，我也没办法。要不您再考虑那个柜台的事儿。我租给你，但咱们可说好了，这可是试营业，要是卖不动，立马卷铺盖走人。王经理，您放心，我保证那是您这辈子做的最英明的一个决定。1个月后，我要让那个柜台成为全燕京最赚钱的地方。听着身后刚子他们兴奋的欢呼声，我知道我的第一座正规军堡垒拿下了。林峰，你看着吧，这就是我的野路子。不过商场这关过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因为那个柜台旁边就是全商场最老牌、最傲慢的国营服装组。一场新旧势力的柜台大战即将爆发。上一集我刚用彩电收买了人心，结果苏晴这个叫林峰的同学一来，瞬间就把我的风头给抢光了。看看那帮邻居的嘴脸，哎呦，小林是吧？这衣服真气派，大院出来的吧？听说还是学生会主席，啧，这才是人中龙凤啊！我站在旁边，仿佛瞬间从全院首富变成了拎包小弟。更可气的是，这孙子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在路边刨食的土拨鼠。江涛是吧？听苏晴说你在西单练摊儿卖那种奇装异服。林同学，那叫时尚单品。怎么，你也想来一件？给你打8折。我就直说了，苏晴是很有才华的，我不希望她被一些不入流的生意耽误。你那个摊子我也看了，小打小闹还得躲着洪秀章，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有路子，能把这批货弄进友谊商店，甚至出口到苏国。前提是你把设计图和货源交给我，我给你一笔钱，你拿钱回老家，别在燕京给苏晴丢人。好家伙，这是拿着500万支票让我离开他女儿，离开他同学的剧本吗？这味儿也太冲了。要是换个普通人，估计就被他这大院子弟的气场给镇住了。但我江涛是谁？我是见过大世面的重生者，跟我玩凡尔赛，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友谊商店出口苏国，林同学，你的格局就只有这点吗？什么？你以为我在卖衣服？错，我在做的是文化输出，是品牌孵化，是私域流量变现。友谊商店那是卖给外国人的，我要做的是引爆10亿国人的国民潮牌。你把货拿走，那是贴牌代工，那是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我要做的是制定规则，是定义时尚。你跟我谈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把后世那些连我自己都听不太懂的互联网黑话，一股脑的砸向了这个80年代的精英。什么闭环，什么赋能，什么底层逻辑，只把这个还没经过互联网洗礼的天之骄子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你是说你有更大的计划？林同学，燕京很大，水很深，与其想着用那点特权来收购我，不如拭目以待，看看是你那友谊商店的柜台硬，还是我江涛的野路子宽。送客。你们聊什么了？林峰怎么好像有点怀疑人生的样子？没啥，跟他探讨了一下人类高质量男性的定义。媳妇儿，咱别理他，快来看看我给儿子画的新衣服图纸。虽然嘴上赢了，但我心里清楚，林峰的话其实戳中了我的痛点。摆地摊终究是摆地摊，要想真正跟这帮有背景的人掰手腕，我必须得有一个正儿八经的阵地。西单商场，我江涛来了。我就说那小子不是好人，天天带一帮流里流气的人回来，屋里还神神秘秘的。昨晚上我听见动静了，好像在分赃，那钱数的哗哗的，肯定是在干投机倒把的勾当。咱们得去居委会举报他。哎，这就是80年代的大杂院，这里有人情味，但也有最让人头疼的红眼病。我这刚赚了点辛苦钱，还没来得及享受呢，就已经成了全院公敌。要是真让这帮大妈举报了，我这生意虽说不违法，但也得脱层皮。看来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糖衣炮弹战术。这台我要了，还有那个双缸洗衣机也给我包起来。
在这个黑白电视都还没普及的年代，一台大彩电那就是现在的劳斯莱斯。我就是要用这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震碎那帮邻居的三观。涛哥，这大彩电太沉了，搭把手黑。嚯，这大箱子，这是彩电还是进口的？这得多少钱啊？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哎呦，各位都在呢，这不是我看咱们院里晚上也没个娱乐活动，怪冷清的。我琢磨着买台电视，大家伙晚上也能一起看个霍元甲，看个女排比赛啥的。刚子，快把电视搬到院子中间那个石桌上，再接个天线。这就叫格局。我要是把电视搬进自己屋偷着看，明天我就得进派出所。但我把它放在院子里公用，这叫什么？这叫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就是我的电视机外交。哎呀，小江局气，太局气了！这彩儿，这声儿绝了！刘婶还愣着干嘛？把你家那瓜子花生拿出来点啊！人家小江请你看大彩电，你不得表示表示？可，那什么，小江啊，以后这电费咱们几家平摊，不能让你一个人吃亏。那哪能呢？这点电费我还是出得起的。婶子，大爷，以后我这有时候来往人多点，或者回来晚点，那是为了生意忙活。要是吵着大家了，您各位多担待。没事，年轻人嘛，搞事业重要。谁要是敢说你闲话，那就是跟我过不去。看着那帮刚才还想举报我的大妈，现在一个个嗑着瓜子，因为电视剧剧情感动的抹眼泪。我知道这个大杂院姓江了，用一台电视机换来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这笔买卖值。就在我美滋滋的想跟媳妇炫耀一下的时候，院门口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江涛，我回来了，这是我大学同学林峰，他说想跟你谈谈你那个蝙蝠衫的生意。我看着这个叫林峰的男人，他看着满院子的喧闹和那台彩电，眼神里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的震惊，反而带着一丝审视，甚至还有点看不上。直觉告诉我，这个情敌兼生意对手有点东西。上一集我成功收编了几个想收我保护费的燕京玩主，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的江氏商业帝国燕京分部正式成立了。虽然员工只有小猫3、2只，而且素质稍微有点让人头大，但我江涛是谁？我是能把土豆卖成黄金的男人。今天我就要对这帮只会打架斗殴的社会闲散人员进行一场来自21世纪的降维打击式培训。涛哥，我说咱们费这劲干嘛？直接拿着衣服去街上，谁不买就销谁，不就完了吗？销，就知道销。咱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土匪。我们要的是什么？是转化率，是复购率。记住了，从今天起，你们不是流氓，你们是时尚顾问。见到男的叫大哥，见到女的叫姐，见到年纪大的叫老师，哪怕对方长得像猪八戒他二姨，你也得夸她是气质女神。这就叫把客户当上帝。上帝。培训虽然痛苦，但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我承诺卖一件提成5块钱的时候，这帮玩主的眼睛里射出的光比探照灯还亮。于是燕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支奇葩的队伍。各位老师，看看这是啥？港台同款，穿上它，你就是燕园的林青霞。涛哥，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咱们今儿一天卖了500件。淡定，这才拿到哪？这只是第一波。刚子，拿着这些钱，明天去给我搞几辆板车，咱们要搞流动摊位。另外，去给我买个最好的录音机，再买几盘最劲爆的磁带。我要让咱们的衣服自带 BGM。 看着这帮曾经只会惹是生非的家伙，现在数钱数的满眼小星星，我知道这支地推天团成了。不过钱多了，麻烦也就来了。我那如同雷达一般敏锐的听力，已经听到了隔壁刘婶贴在墙根上的呼吸声。大杂院的风云要来了。我是江涛，在这寸土寸金的燕京城，我住进了亿万豪宅的前身梅棚。但现在的我口袋比脸还干净，要想在燕京立足，光靠嘴皮子可不行。今天我要把我在老家服装厂生产的第一批核武器蝙蝠衫投放到燕京最繁华的商业阵地西单。我要让这群还穿着蓝绿灰的首都人民见识一下什么叫时尚的泥石流。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半个小时过去了，围观的人倒是不少，但大家的表情怎么说呢，就像是在看外星人。这什么衣裳啊，袖子这么大，这不费布料吗？这造型跟个大蝙蝠似的，都吉利，这是给唱戏的穿的吧？不吉利，这叫前卫，这叫先锋，这叫蝙蝠衫。我忘了现在的燕京还流行中山装和的确良，我这步子迈得有点大，差点扯着蛋，没人买，那就得用绝招了。目标锁定，在这个年代能打破审美的只有那帮玩摇滚的搞艺术的先锋青年。我深吸一口气，一把抓起一件最骚气的亮黄色蝙蝠衫，直接套在了自己身上。然后我拿出了那个在老家立下汗马功劳的铁皮大喇叭，气沉丹田。瞧一瞧，看一看，香港，注意是香港最新流行趋势，影视巨星同款，迪斯科专用战袍，穿上它你就是舞厅里的灯球，穿上它你就是崔健的好兄弟。想要自由吗？想要飞翔吗？蝙蝠衫带你装 X 带你飞。哥们，这真是香港流行的？那还有假？我表哥在深圳那边倒腾过来的，全燕京就这几件。你看这袖子，这叫自由的翅膀。你背着吉他，穿上这个往台上一站，那范儿
绝对震翻全场。自由2个字，精准击中了这帮青年的据点。那个青年二话不说，掏出钱就买了一件套在身上，当场摆了个弹吉他的 pose。那一瞬间，那宽大的袖子随着他的动作展开，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张扬的美感。哎，别说，看着还挺带劲。我也要一件，我要红色的。就像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局面瞬间反转。年轻人们被压抑许久的审美需求，被这件怪异的衣服彻底引爆。我要一件，别挤我！这件是我先看上的。那个破路口瞬间变成了抢购现场。哥不，爷，您这买卖神了！刚才那衣服还有吗？没了。不过嘛，过2天还有一批更狠的。怎么，几位爷爷想进不进步？行啊，太行了！带弟弟们呗，我们有车有力气，这一片我们说。看着这几个主动送上门的免费劳动力和安保人员，我笑了。在燕京，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几个玩主，就是我打开燕京市场的下一把钥匙。我把手里的钱往兜里一揣，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行啊，既然都叫哥了，那以后就跟着哥干。明儿一早，火车站接货，哥带你们把这4-9城炸个底朝天。上一集，我凭本事蹭了教授的专车，把媳妇儿苏晴风风光光送进了首都大学的宿舍。看着她被一群学姐学长众星捧月的接走，我这个家属很是欣慰，但欣慰不能当饭吃啊。苏晴住校了，我住哪？作为未来要买下半个燕京城的男人，我绝不能住招待所，我要住就得住最有老燕京味儿的4合院。带着这个宏伟的梦想，我揣着兜里仅剩的几百块钱，一头扎进了这错综复杂的胡同巷子里。但我万万没想到，迎接我的不是古色古香的雅致生活，而是一场名为大杂院的生存挑战赛。瞧见没？这就是你要的独立单间，坐北朝南，冬暖夏凉，风水宝地。大爷，您管这叫风水宝地？这原来是关二爷的庙，还是孙悟空的五指山啊？这连个窗户都没有，我住进去那是面壁思过吗？嘿，你这外地小伙子怎么说话呢？这可是皇城根儿，往上数3代，这院子住的可是贝勒爷。你要不住，后面排队的人多着呢，1个月30，逮住不住。30，在老家都能买头猪了。这老头明摆着是宰我这个外地人。但我环顾四周，这地理位置离首都大学骑车10分钟，出门就是后海，以后拆迁绝对是按亿算的。忍，必须忍，为了将来的几个亿，这口天价没棚得起，我咽了。侯爷，看您说的，我这一眼就相中这块宝地了，这钱您收好，以后我就是您这院里的人了，您多照应。算你小子识相，记住了，院里有院里的规矩。东屋的刘婶爱听墙根，西屋的赵大爷怕吵，没事别瞎咋呼。哎，听说了吗？这小子是外地来的盲流，没工作，穿的人模狗样的，估计不是什么好路数。咱们可得把自家煤球看好了。好家伙，我这才刚入住5分钟，就已经成了全院的头号嫌疑犯。看着这帮如同朝阳群众初级形态的邻居们，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要想在这个充满了老炮和人精的大杂院里混下去，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演技。各位婶子大娘，我是新来的小江，也没啥见识，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给大伙儿尝尝鲜。以后谁家有个力气活，换煤气罐、修灯泡啥的，您尽管喊我。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礼多人不怪。几把辣椒撒出去，大妈们的眼神瞬间就柔和了，搞定了邻里关系。我躺在那张咯吱作响的小破床上，看着乌漆嘛黑的屋顶，摸了摸干瘪的口袋，房租交了，关系通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把那个编织袋里的秘密武器变成真金白银。上一季，江涛，一个重生的商业天才，拳打村霸赵磊，脚踢省城地头蛇，不仅把红星食品厂干成了全省龙头，还顺手把我的学霸媳妇苏晴送进了全国最高学府首都大学。本以为这下走上人生巅峰，能过几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生日子，结果村里那帮老娘们儿又开始嚼舌根了，说苏晴是飞上枝头的凤凰，将来肯定看不上我这个满身铜臭味的个体户。嘿，我这暴脾气，为了捍卫我作为男人的尊严，也为了我那还只是个雏形的商业帝国，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英明神武的决定，把儿子丢给老爹和3姐，带上我所有的积蓄，陪媳妇儿进京赶考。是进京搞钱。这一世，我不仅要做苏晴背后的男人，我还要做这4-9城里最硬的软饭王。刚下火车，还没等我感慨一下首都的宏伟，现实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哟，大妹子，外地来的吧？哪个学校的？哥哥我有车，撇3轮带你兜风去。不用了，我爱人去买水了，马上就回来。爱人得了吧，看你这样的也就是个大学生，哪来的爱人？肯定是哪个乡下来的穷亲戚送你来的吧？哥哥跟你说，在燕京没个靠山可混不下去。靠山？我看你们是想找靠枕吧。我提着2个大编织袋，像一座移动的小山一样，轰的一声挤进了人群，直接挡在了苏晴面前。媳妇儿，让你久等了，这燕京的汽水就是贵，2毛钱1瓶呢，来喝一口润润嗓子。切，哪来的土包子，穿的人模狗样的，提个破编织袋。兄弟，这是首都，不是你们那山沟沟，识相的赶紧滚，别耽误我们跟大学生交流感情。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编织袋，这里面装的可不是土特产，
而是我准备在京城大杀四方的秘密武器。我设计的最新款蝙蝠衫样品，但在这些自诩皇城根下的爷眼里，这就是土的代名词。几位爷，听口音是老燕京啊？怎么着？首都大学的新生接待处什么时候改成流氓收容所了？孙子，你骂谁流氓呢？信不信爷让你出不了这个站？眼看冲突一触即发，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干什么呢？这里是火车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哎呦，这不是陈教授吗？我们就是帮忙指个路。机会？这是什么？这就是我江涛最擅长的借力打力。我没有像个莽夫一样冲上去打架，而是瞬间换上一副激动万分的表情，拉着苏晴就冲到了陈教授面前。老师，亲人啊，可算找到组织了。我是苏晴的家属，我们这一路从云州过来，那是翻山越岭啊，就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来首都求学。结果刚下车就遇到这几位热心大哥，非要拉我们去做什么黑三轮，还要收我们20块钱，我们不做，他们还要打人。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你胡说，谁要收20了？谁是黑三轮了？乱弹琴，敲诈勒索新生，哪个派出所管这片的？小张，去叫警察！一听叫警察，那几个玩主吓得魂飞魄散，狠狠瞪了我一眼，像过街老鼠一样钻进人群跑没影了。陈教授转过头看着苏晴，推了推眼镜。苏晴，你是云州那个全省文科状元苏晴？是的，老师。哎呀，好苗子啊！我们系早就盼着你来了，快，上车，把行李放后备箱。看着那辆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红旗轿车，我心里那个爽啊！上一秒还是被人嫌弃的土包子，下一秒就坐上了专车。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车窗外那个充满机遇，但也充满等级与傲慢的80年代燕京城正在向我缓缓展开。而我江涛要在苏晴的大学旁边，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挖出我的第一桶金。等着吧，燕京，我江涛不仅要在这里站稳脚跟，我还要买下这里所有的四合院，让将来那些嘲笑我的人都哭着喊着求我收房租。